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一本有关于失落文明的书籍《母大陆》。我们的地球呢，已经有46亿年的历史了，而我们人类从诞生到现在呢，才仅仅过了200多万年。所以有很多人呢，都不相信地球上只存在过现代人这一个高级文明。那传说呢，曾经在地球上是有过一个史前超级文明国度，被称为母大陆。据说呢，地球人类的起源呢，就是在这片大陆之上，它是人手蛇身的神创造的。那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消失的大陆。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传说伊甸园呢，并不在亚洲，而是在太平洋的一块已经沉没的大陆之上。在旧约中记载，上帝用7天7夜创造了世界的故事，不是源自于尼罗河或者是幼发拉底河，而是来自于已经被沉没的母大陆，也就是人类的母国。根据印度的一些已经封尘已久的神圣的粘土板上和其他国家发现的记录记载呢，这个拥有6400万人口的奇异国度呢，在5万年前已经创造出一个比我们现在各方面都先进的文明。那这些记录呢，还描述了神秘的母大陆上的创世纪的事情。可以肯定呢，我们现在所知晓的旧约创世纪的故事呢，都是从那些古老的石板上对有着长达500个世纪历史的母大陆的精彩描述的演化而来的。让我们回到50多年前看看这个最早的创世纪的故事是怎么样被发现的。在印度的一间寺庙里呢，就藏着一批古代的粘土板。那些粘土板看起来是一些非常简单的铭文，其实呢是掩盖着只有纳迦人才能够读得懂的深奥含义。那纳迦人呢，是母国派往各殖民地解读圣书的奥义，传播宗教和科学的人，也被称为圣洁的兄弟。很多人都认为这些珍贵的粘土板呢，是纳迦人在缅甸或者是母大陆上写下的。在其他某些的寺庙中呢，也保留着这样的记录，他们在远古城市被毁灭之时被保存了下来。那这些粘土板上到底记录了什么事情呢？如果把它们按照前面的顺序排成一排粘土板上就开始说呢，太初宇宙仅为一个灵或者是一个精神，万物寂静当时是没有生命的。浩瀚的太空呢，空虚而黑暗，唯有圣灵那自我存在的伟大力量，也就是造物主，他叫七头蛇，他是游动在黑暗的深渊之中的，他想要创造世界，于是当时呢，他就创造出了世界。他想要地球呢，并且还要在地球上拥有生命，于是呢，他就创造了地球和地球上所有的东西。这就是创造地球和地球上所有生命的一种方式。那在这之后呢，七头蛇的7项超级智慧的头脑就发出了7条命令。第一条智慧的命令呢，是让太空之中分散无形的气来聚集起来，慢慢的形成。于是呢，气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旋转的一团。第二条智慧的命令呢，就让这一团气体呢凝结形成了地。于是气体开始固化，大量的气体呢就留在了外面，从中还生成了水和大气。另有大量被封存呢，存在了新的世界里面。由于当时呢存在的大气和海水还没有形成四处都是一片黑暗。那第3个头脑就开始命令了，让外面的气呢分离，而形成水和大气。于是气体开始分离，一部分变成了水，落在了地上，覆盖了地表。所以呢，当时是没有山的，而没有变成水的气体呢，就形成了大气层。于是呢，太阳的转动轴和大气中的光的转动轴就开始一致了，结果就产生了光芒。那第4个头脑就开始命令，它就让地心的气体呢升到水面上。于是地下的火呢，将水下的土地呢就抬高，直至露出了水面，这就是陆地了。第5条命令呢，就是让水中出现生命。于是呢，太阳的转动轴和浑水之中的地球的转动轴契合了起来，从淤泥之中就形成了宇宙蛋一样的生命形式。那按照命令呢，生命会从宇宙蛋中产生。第6条命令呢，就是让生命呢出现在地球上。于是呢，太阳的转动轴和尘土之中的地球的转动轴开始一致，而宇宙蛋呢就在这些尘土之中慢慢的形成。生命呢就按照命令从这些宇宙蛋之中来到了世上。在这一切完成之后呢，第7个智慧头脑就说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吧，我们要赐予他管理这个地球的力量。然后呢，纳罗衍那就负责造出了人，并在人体内呢放了一个永恒不灭的精神。纳罗衍那呢又被称为是7头的智慧，是造物主和创世纪的象征。因为纳罗是表示神灵，而衍那呢表示万物的创造者。纳迦人称其为7个超级智慧，韦丹塔多呢就称其为7个精神层面。所以人呢会在智力的方面就会变得像纳罗衍那一样，这样呢创造世界呢也就完成了。这7条命令呢，无疑就象征了7个阶段或7个时期嘛。一段时期呢，不知道当时具体是几年，
它有可能是一天，有可能是一年，也有可能是数百万年的时间。所以这些粘土板呢，没有记录创世纪的具体时间，那完成了粘土板上记录的所有的事情呢，可能花费了几百万年，甚至是几千万年的时间。它上面仅仅是说了地球是在7个阶段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像旧约中所说的7天。谈到了创世纪的故事呢，纳迦记录的开头的部分和旧约里的部分是十分相似的，而其后的部分呢又相差甚远。世界各地的民族呢都有创世纪的传说，其中有着太多的相同点，以至于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嘛，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起源，就是母。当时摩西引以为旧约基础的创世纪呢，很有可能就是纳迦人当时从印度来到了埃及所带过来的。作为传教士的纳迦人呢，当时有可能来到埃及传授了那7本圣书，并传播了宗教和科学的知识。所以呢，现在那些精彩的创世纪的故事可能都是源自于消失的母大陆。那有关于母大陆毁灭的记录呢，确实让人很疑惑。我们从中就揭开了太平洋上曾经有一个繁荣的文明，几乎在一夜之间呢灰飞烟灭。在几十年前呢，科学家们都非常怀疑太平洋中间是否存在过如此之大的一块大陆。但是那之后呢，很多的记录公之于众之后，就证明了有可能确实存在过这么一块大陆。证据呢是有以下几种。第一呢，就是正如刚才所说印度的寺庙间发现了神圣的粘土板，他们就讲述了纳迦人是如何从太平洋的中间迁徙出来的，以及母大陆上人类的创生的故事。后来呢，玛雅、埃及、印度的记录里都描绘了母大陆的毁灭。由于地震作用呢，地壳崩裂所以母大陆就沉入到了一个满是火焰的深渊之中。之后呢，海水汹涌而来，将其淹没，曾经的辉煌灿烂呢就荡然无存。那第二点呢，就是其他的古代的手稿也都证实了母大陆的存在。印度的史诗巨著罗摩衍那中就是其中之一。书中有一处就提到了纳迦人从他们的东方诞生之地来到了缅甸，也就是太平洋的方向。还有一本书也提到了粘土板的故事名叫《托罗亚诺古抄本》，这是在尤卡坦半岛用玛雅语写成的一本书。书中就谈到了母大陆当时用的符号和我们在印度、缅甸、埃及发现的符号都是相同的。第三点就是现存的一些遗迹的地理位置和某些图案就暗示了人类发源地是来自于母，尤其是在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特别是复活岛、曼格亚岛、拉多尼斯岛即马里亚纳群岛上现在还屹立着能将我们带回到母国时代的石庙遗址。在墨西哥尤卡坦州的乌斯马尔呢，一座神庙的废墟上就刻着西方的陆地，我们从那儿来的字样。另外呢，根据位于墨西哥城西南方的壮丽墨西哥金字塔上的铭文呢，也是为了纪念所谓的西方大陆的毁灭而修建起来的。于是根据这些资料呢，人们就试着恢复了这块神秘大陆的全貌。石板上就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的最边缘的时期，在大西洋的中部呢，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大陆，它是一个美丽的热带国家，拥有广袤的平原、丰富的牧草和耕地。大河小溪呢曲折蜿蜒，也绕过了青青的山岗。这一片雄伟的大陆上呢，满是快乐和幸福的生物。在这个时代呢，是由6亿4千万人而组成了10个部落或者是民族，他们相互之间呢是有区别的，但都是由同一政府管理。在许多代以前呢，人们选出了一位王，在他的名字前呢就加上了拉，于是他就变成了僧侣的首领和君主，名叫拉姆。帝国的名字呢就是太阳帝国。所有的人都追随同一宗教，通过象征性的符号呢表示对神的崇拜。人们相信灵魂不朽，并最终呢会回到他伟大的源头。他们相当敬畏神，从不敢说出神的名字，在祈祷的时候呢总是用一个象征来指代他，而太阳神拉呢就是其权威的象征。作为领袖呢，拉姆呢是宗教意义上的神的代表，并不是崇拜的对象，因为他只是一个代表。这个观念呢被深入教导和理解，所以在这个时期呢，母国的人民受到了高度的教育和启发。地球上呢从来没有过奴役，因为所有的民族呢都是母的子民，主权呢是归于母国的。而母国远古的居民呢是善于航海，他们驾驭着船呢周游世界。他们也学会了建筑，用石头建起了宏伟的寺庙和宫殿。他们在整块的石头上开始雕刻，然后竖起来作为纪念碑。在母大陆上呢有7个主要的城市，他们是宗教、科学和教育的中心。在这3块土地上呢都分布着许多的城市和村庄，很多的城市呢都修建在河口岸附近，那儿呢是当时的商业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呢只在这里进进出出。而母大陆呢是母国，也是世界文明教育、贸易和商业的中心。
那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国家呢，都是它的殖民地。根据考古发现的记录呢，以及一些铭文和传说，里面都说母是人类出现的地方。那里有精雕细琢的石庙装饰的城市，但它没有屋顶，有时候被称作透明的寺庙。在太阳帝国中啊，拉的光芒因此能够照射在所有祈祷者的头上，因为寺庙上面是没有顶，是一个透明的玻璃，这是获得神承认的一种标志。他们对地球上各个地方呢都实行殖民统治，所以这一片伟大的土地呢，当时正是处于巅峰的状态。里面有壮观的石庙，巨大的雕像屹立在这一片大地之上。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它遭受了一次猛烈的冲击，一场可怕的天灾突然袭来，地壳里隆隆作响，紧接着地震、火山呢一起爆发，海水呢卷向了南边的区域，许多美丽的城市呢瞬间变为了废墟。由于母国是平原嘛，火山喷出的岩浆呢并不流动，然而堆积起来就变成了圆锥形，后来就变成了火山岩。今天在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呢，还可以看到这些火山岩。那火山停止之后呢，母大陆上的人们就慢慢淡忘了当时的恐惧，毁坏了当时的城市呢，又被他们重新建立了起来。贸易和商业呢也慢慢恢复了。这一次天灾之后，又过了很多年，当它已经成为了过去时的时候呢，母大陆呢又一次成为了地震的牺牲品。在这一次强烈的地震之下呢，整个母大陆起伏翻滚，就像海里的波浪一样，城市变成了一堆废墟，大地呢起伏抖动，地下的火焰都喷发了出来，直径达到了3英里，浓浓的黑烟呢笼罩大地，城市和生命呢都在巨浪里走向了毁灭。那一夜呢，母大陆被撕成了碎片，和它6亿4千万的人民呢，全部都成了牺牲品。这一块大陆遭受的灾难呢，就宣告了地球上一个伟大文明的毁灭。在其后将近13000年的时间里，母国的毁灭呢，在地球的大部分地区都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当母大陆因为其他的原因被撕裂成碎片沉没时呢，大地四处的山脊和山峰呢，其实仍然还是露在水面之上的，于是它们就形成了岛屿。但是火山活动把它们都弄得凹凸不平，所有的山脊和山峰上当时都挤满了从沉没土地上逃出来的人。但是母大陆呢，已经成为了他们周围热气腾腾翻滚着的一片泥泞之地了。在沸腾的海水之中呢，母国余下的人民在岛屿上都挤成了一团，等待着可怕的地震消退。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庙宇、宫殿、船只、道路都沉入了海中，他们一无所有，没有工具，没有衣服，没有住所，地方呢又少得可怜，没有食物。在他们的上方呢，又是厚厚的蒸汽，浓烟、灰尘呢都阻隔了阳光，形成了无法穿透的黑暗。那大部分人都痛苦地死去了。当时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从可怕的灾难中生还。当时的大陆没有被淹没的残余的部分呢，现在就成为了南太平洋的群岛，而岛上的居民呢，就是当时母国的人民，是远古始祖的后代。又过了很久之后呢，空气中好像少了些许的烟尘和硫磺味，太阳冲破了云层的遮挡，照射着这片景象。新形成的小岛上呢，满是受惊的男女。最后那一片美丽的母大陆到底怎么样了呢？它深深地沉入了太平洋的海底，曾经的威严和神圣之地呢，现在已经变成了海底世界，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当时的人们万分的恐惧，被绝望逼得都发疯了。有很多人呢，还为死者祈祷，让自己呢从难以忍受的紧张状态中得到一点放松。讲到这儿呢，我们已经知道人类是在母大陆上降生的。那母呢，又是位于美洲西部、亚洲的东部，即太平洋。各种记载也是显示呢，这个地方呢就是旧约中的伊甸园。这些数据很多都是由那一片消失的大陆存留下来的东西来组成的。在没有被淹没的地方呢，现在仍然还保存着寺庙、传说、雕像和神圣的符号的遗迹，纪念着一个消失的种族。那书面的记录和铭文表明呢，这些遗迹呢都是来自于母国。另外呢，风俗、语言以及传说等各种形式都证实了遗迹的真实性。那按照特洛亚诺古抄本的记载和相关数据对母的年代大概的推估呢，母大陆存在的时期呢，至少是12000年到15000年以前，接近历史时期的边缘。从各种记载来看呢，这一块大陆应该是由3块不同的土地组成的，而3块土地相互之间呢是被浅海峡给分开的。至于大自然是如何将其分开的呢，就没有什么记录了。但是埃及有一个象形文字，它的意思就是3块狭长的土地从东向西移动，这很有可能说的就是母大陆的情况。这不禁让人就联想到了另一个失落的文明亚特兰蒂斯文明。
有学者就认为亚特兰蒂斯文明和母大陆是同一个文明。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呢，在他的著作《地迈欧篇》和《克里提亚斯篇》呢，他都提到了亚特兰蒂斯文明。但是柏拉图所描述的亚特兰蒂斯文明呢，与母大陆又非常相似。另一个学者谢里曼呢，在只有特洛亚诺古抄本和拉萨记录的2部记录情况下呢，就断定亚特兰蒂斯呢就是母大陆。他参考了其他的几部文献，并且他就说这些文献清楚地告诉了他，母大陆呢是位于美洲的西部，也就是当时亚特兰蒂斯所处的位置，而不是美洲的东部。而且亚特兰蒂斯和母大陆呢，都曾经是被火山喷发而沉没的。科学呢已经确定无疑地证明了这一点。那在公元前9500年呢，尤卡坦半岛的玛雅建筑呢也被地震夷为平地。之后呢，一场火山爆发将它们完全摧毁。它的建造者尤塔坎半岛的玛雅人呢，几乎也灭亡了。特洛亚诺古抄本中就记载呢，母大陆的沉没大约是发生在12500年前，而亚特兰蒂斯的是发生在11500年前就沉没了。大洪水摧毁了西方大陆上的国家，因而连接大西洲的通道也都被摧毁了。再也没有办法去到这里，这显然就否定了亚特兰蒂斯是母大陆的猜疑啊。普鲁塔克呢，在其著作《梭伦的一生》之中就写道，9000年前呢，由于西方大陆中间那个国家被灾难毁灭，埃及和它的关系也就被打断了。自从母大陆在地震中被摧毁之后呢，泥浆滚滚的大海呢，就再也不能够航行了。这再一次也就证明了母大陆呢是在太平洋。那么那些母大陆的幸存者最后都怎么样了呢？我们发现呢，形成波利尼亚和其他群岛的几块大陆中呢，史前的美洲文明和东南亚文明，乃至于世界各地的文明是联系贯通的。在吉尔伯特群岛上就有一位阿拉瓦利公主，她是阿罗拉亚岛国王的女儿。在一幅她的画像之中呢，人们就发现了端倪。这位公主呢，居然是食人族的一员。尽管阿拉瓦利是穿着野蛮人的服饰，所处的条件呢也都很差，但她的头和脸呢，都是高级文明的象征。而他手上拿着一把扇子呀，上面的装饰的图案呢，正是当时太阳帝国母的皇族徽章。那些高度发达文明的拥有者呢，最后都沦为了野蛮人，而最高文明的幸存者呢，都堕落成为了低级的食人族，居然能够一直持续到现在。幸运的是这些地方呢，都发现了古文明遗迹，来证实这些食人族的祖先呢，曾经有可能就是地球文明的代表。而这一片太平洋上消失的传奇呢，就躺在了海水之下，等待着下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呢，将他们打捞出来。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